如果说要挑出来几种材料让咱们血脉分张起来，我相信评论区可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答案，但是我相信钛材料和这个碳纤维材料一定是逃不过的两个主旋律。而今天呢，我们就要开箱一款由碳纤维和钛合金所共同构成的这么一款耳机。碳纤维其实在咱们这个 F1 赛车上是用的比较多的，现在 F1 赛车整个的这个空气动力学套件，基本上全部都是由碳纤维包这个泡沫板来制成的。上周刚刚结束的蒙扎大奖赛呢，法拉利的这2位队员，他们身上的队服也是采用这个碳纤维的这个纹样的装饰，也是证明了这个碳纤维材料在我们这个赛车工业领域是具有非常广泛的这个使用。而钛合金呢，也自不必多提，包括我们很多的飞机啦、火箭啦这种航空航天的这个仪器上面，是能非常多的见到这种钛合金材料的。究其原因，我想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钛合金它耐腐蚀，同时密度比较低，强度比较高，所以说使用这2种材料呢，可以在物理特性上面为我们的这个相关领域产生很多的这个益处。其实这2种材料在我们之前的产品上还是偶尔能见到一些使用的，包括这个钛合金的材料，有一些播放器，比如说乐比的 LP6 钛，乐图的钛墨菊，还有一些耳机，包括这个 Softears 的钛图灵，还有 Acouston 自己家的1697钛，1790钛，它们都是使用钛合金来作为这个机器的外壳，来使这个重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然后强度也得到一个保证。而碳纤维材料应用的就没有那么的广泛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某男人家的这个天鹅真无线耳机，他们是在这个单元腔体外边做了一层碳纤维的纹路，可能主要是贴纸来构成这个碳纤维造型的。而 HiFi 耳塞方面呢，是爱立和和 GH 合作过有这个 Layla N 耳机，他们是使用了这个碳纤维作为耳机的外壳。当然这个 Layla N 耳机呢，它仅仅是用这个碳纤维包裹了耳机的侧边，它包括面板啦和其他很多部件其实也并没有用到这个碳纤维。而我们今天开箱的这款 Acouston 耳机呢，据说是使用了完全的这个碳纤维外壳加钛合金外壳。其实这副耳机在今年的6月份呢是流传过一些谍照，我也是看到了。其实我刚刚得到这个耳机的概念设计的时候，我是没有那么相信的，因为我本身呢是一个赛车迷，平常这个 F1 比赛呢，包括勒芒的很多赛车比赛我看的非常多，同时也非常喜欢这个自行车。当然这个目前经济情况受限，我这个个人自行车上面没有特别多的这个碳纤维的部件存在，但是我看到人家这个包括波加查了，包括环法那些这个自行车专业的队员们去使用这个碳架、碳轮去进行自行车比赛，心里边还是非常羡慕的呀。同时对于碳纤维这种材料也是稍微有一点了解。其实这个碳纤维材料在加工过程中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种材料呢和这个金属不一样，我们只需要这个 CNC 去切割就可以了。这个碳纤维呢是要碳布去堆叠来形成的，很大程度上呢甚至要依靠我们这个手工作业，还需要高温去催化来形成的。所以说你这么小一个耳机的腔体，竟然能用这个整块的碳纤维去雕琢而成，我心里其实也是9分疑虑，1分相信吧，只能说是。当然呢，这副耳机呢确实也是命途多舛吧，6月份就放出这个设计的消息来，结果一直等到7月、8月，一直到9月，这副这个样机才终于是送到了我们这边。好了，废话不多提，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耳机的包装。首先耳机的这个右上角呢是有一个非常醒目的镐的汉字 Hinoki 存在，据说也是这副耳机的设计目标和设计理念。当然在之前呢，因为这个耳机品牌的这个老板呀，这个三只先生呢，其实他是一位登山爱好者，平常一有时间啊，设计耳机之余，他就愿意去各种各样的这个山上去攀爬攀登，从事这种户外的运动。那我可能想啊，你这个镐的这么一个设计思路，可能是那个登山的那个镐吧。但是后来这个品牌方说啊，这个镐其实是锻刀里边的术语啊，因为在这个武士刀的这个制作过程中呢，它其实是有几个要点的。首先要做到尽可能的轻，方便于我们挥动嘛，啊，不然说你扛一个大铁棒子，这个人力没法挥动起来。另一方面就是坚固和耐用，你这个武士刀呀要久经战阵，对于这个坚固性、耐用性都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仔细一想，也确实。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其实放到我们耳机上面也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这边耳塞呢是要佩戴到我们这个耳廓里边的，它这个重量一定是不能太重的。如果它这边重量做的太重的话，我们这边可能根本就戴不好，而且可能戴半个小时，甚至于说10几20分钟啊，它这个佩戴体验非常糟糕，我们就完全没法用它来欣赏音乐了。同时，这个耳机一定要满足坚固，因为这个耳塞呢，它毕竟是一个随身属性的设备，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制刀或者说这个制作耳机上面的相通点，所以说让这个开发团队来选用了这个镐来作为这个耳机的开发代号。当然，不仅仅是外观方面采用这个镐的设计理念，据品牌方讲，这副耳机的整体的调音思路也是按照镐的这个理念去进行的，也就是贯彻我们这个刀身挥舞、轻盈准确，来把这个声音表达的特别清晰透亮，同时声音的线条感非常足，也是就像这个制刀一样的这么一种设计理念。首先我们来看耳机的正面峰会包装，在 1900X 这一代呢，其实它这个耳机正面峰会我们看到还是和之前的无论是16系列还是17系列都是做出了一定的区别的。16系列它这个峰会呢就是一个耳机的照片，直接印在上边，而17系列相对就考究一点，它是画了一个耳机的线稿设计图来直接印到这个正面的峰会上面。而这个 1900X 就和之前2代的峰会做出了一些区别，它是把一个武士刀锋芒毕露的这么一个图片来斜斜的印到了这个包装的上面，然后呢，在这个锋芒中缓缓的印出这个 1900X 的图片，颇有一种十面埋伏的感觉吧。而耳机的背面包装呢，和之前的风格就比较类似了，上面写的是我们耳机的一些基本参数，同样呢还是这个 Mirinx 材料做的这个耳机单元振膜。我们都知道这个Acouston 赖以成名的动圈单元呢，他们是用这个 Mirinx 材料去制作的。这个 Mirinx 振膜材料呢，是他们所独有的，从这个医疗器械上面所演化过来的一种振膜材料，非常轻，同时韧性也非常强。到现在应该是已经迭代到了第3代，和之前几代是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升级和区分。然后是有这个超轻的碳纤维做外壳，然后就是这个钛合金做内部的腔体。然后耳机的动圈单元直径呢，还是维持到了这个10毫米，和他们之前的基本上所有的动圈单元都是维持了相同的尺寸。而耳机的阻抗和灵敏度呢，是非常熟悉的24欧和110 dB，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比较易推的这个数据表现。好，我们现在打开包装来看看里面的这个配件和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什么差别。耳机的内部包装呢，其实和之前的16系列、17系列都是保持高度一致的，都是这个上翻打开的这个纸盒包装。打开来纸盒就是咱们熟悉的 Acouston 标志性的这个军火箱内包。其实这个内部的军火箱小包装，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比较坚固，也比较帅气，有一种这个机能风、军武风在里边。我们把这个里边的耳机啊这些配件拿出来以后，这个小箱子其实我可以装一点玩具啦、小车啦，自己喜欢的一些模型。而外出的时候，我也可以直接放一台播放器，然后再把这个耳机包正正好好给它放进去。而且它这个是硬壳的一个结构，并不怕压，所以在这个旅行的时候还是蛮不错的。与之前的小军火箱包装不同的是，它这边的纹路是改成了这个碳纤维的纹路，可能也是为了和这个整体的设计理念、美术理念做出一个高度的一致性。打开里边的这个小军火箱，还是这个熟悉的 Acouston 标志的这个衬纸。而小军火箱里面的包装排列也是和之前的产品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的。左边就是我们腔体本体，然后右边就是这个附赠的尼龙的收纳盒。我刚刚也是仔细的端详了一下他们这个腔体啊，之前我所担忧的情况呢，万幸是没有出现。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这个耳机的腔体其实是非常小的。之前我所接触到的碳纤维件其实都是比较大一点，也相对来说粗犷一些的零件。而 Acouston 作为这个耳机的外壳的这个碳纤维腔体，整体的质感做的是非常到位的，打磨也做的比较光滑。我先简单往耳朵上佩戴一下，它这边整体的质感做的是比较圆润的，不会存在这个碳纤维过分粗糙来和我们这个皮肤产生这个摩擦不适的这种情况。仔细观察我们这个 1900X 耳机的腔体设计呢，其实和之前是有一部分相同，也有一部分不同的。整体的设计风格依旧是 Acouston 标志性的2层腔体设计，
这个两层腔体设计呢，其实就是说把这个佩戴部分和里边的声学部分给它分开来设计。耳机的内部的钛合金的腔体设计呢，我就尽可能的去做薄做轻，为耳机内部的10毫米的这个动圈的声学设计做服务。而外边的这一层腔体呢，主要就是起固定作用，它不参与到这个整体的声学设计里边。它是和里边的那层腔体用这个螺丝去连接的，它外部的腔体呢，则完全去按照这个人体工学设计，尽可能的去做到一个舒适的佩戴。而耳机内部的钛合金腔体的设计呢，和之前17系列还是做出了一些区分的。17系列腔体的尾端它是相对来说更接近一个平整的状态。而这个1900的单元呢，它是做出了一个凸起，这个凸起的设计，其实我们在一些头戴式的耳机上面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这个索尼的大 ZER 这款耳机，它是做了一个这个波浪形的凸起设计，是为了增大耳机的声场所做了一定的声学的这个设计在里边。耳机腔体的下面就是耳机附赠的耳套。这个 AEX70 呢，是 Acousten 他们的这个耳塞套矩阵里面相对较软的一款。然后这个尼龙包里边给到的配件和之前也是高度相似的，一个魔术贴的束线带，还有一个搭扣的束线带。线材方面，他们这次也是做出了一定的改变。这条1900X 的原装线材呢，他们是命名为 ARC93，是做了一个8股的镀硒无氧铜的一个设计，为了和耳机整体的设计风格做出一个统一，它是使用了这个碳纤维的元件来做风格上的协调。说到这里，我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呀！我想马上听听这副耳机的声音大体是一个什么走向，是否真的如他们设计团队所讲，是具有这种锋芒毕露的搞这种思路去设计的。我现在戴上来听听看。好，经过几分钟的试听，我也给大家简单谈谈这副耳机整体的佩戴感受和声音的大体表现。首先必须要提嘴的是，他们这次直接原线就是上了一个4.4的插头，我们直接可以用原线来接驳这个平衡端的设备去聆听。另一方面，就是耳机整体的佩戴感受确实相比之前几代的产品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因为之前几代产品呢，他们都是使用了这个内层金属、外层也是金属的这种腔体设计。这个金属材质嘛，它刚性确实是相对要强一点，但是这个重量确实一直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吧。有一些这个女性的客户呢，他们可能就觉得这个金属制的腔体，即便用了这个钛合金材料啦、铝合金材料，还是有一点点重。而这个1900的这个材质呢，因为是碳纤维所构成的外壳，所以说它这个重量基本上是感觉不到的。我这边耳朵戴上去好像基本上轻若无物一样。而且这个碳纤维材质，我忽然发现还有另一层好处，比如说在北方的这个冬天场景下去使用的话，这个金属材质冬天戴到我们耳朵这边，其实是有一种比较凉的这种感觉的。这个碳纤维呢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好了，再说回声音，1900X 这副耳机整体声音风格听下来和之前的包括1750、1790、1697、1677这些 Acousten 的前辈们还是做出了比较大的改变的。之前 Acousten 的许多耳机都是以这个流行向、抓耳向的这个调教去调音的。1900X 的整体声音风格做的要更加纤细清亮一点，它这个整体的声场做的相对来说是要大很多的，高频表现也相当优异，聆听这些民乐啦，包括与小提琴独奏了，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有一种高级感在其中。而中频表现呢，就相对来说更偏向于女读一些。我刚刚试了包括王菲啦、邓丽君啦、黄龄啦这些比较细嗓的这个女性歌手，做的是非常到位的。而低频来讲呢，就相对于点缀和提供一个氛围为主，量做的不是特别的大。这个聆听体验呢，确实是可以和他们的这个设计思路搞去连接起来，仿佛挥刀一般的精致、准确而富有活力。当然，这只是1900X 这副耳机开声的一个表现。之前有玩过动圈的朋友们一定知道，这个动圈耳机呢，其实是有包机这么一种说法在的，就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聆听之后呢，它整体的声音会更宽松一点。不
不知道这副耳机在包机过后是不是也会有一定声音风格上的转变。当然，这副耳机开箱之后呢，就会留在我们人广店来作为一个出样。如果您对这个碳纤维和钛合金共同造就的小家伙感兴趣的话，您不妨亲自跑一趟我们原声带实体店，来线下细细品味一番这副耳机的美妙之处。好，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谢谢大家。